今天要来介绍一个1028野罂粟溶物眼影盘。这个系列一共有2个眼影盘，纯色罂粟及艳色罂粟，售价为新台币390元，约美金12.6元，产地为台湾。封面有一笔成型的极简线条罂粟花，右下角分别标示纯色跟艳色的色号，全部都是雾面的眼影。外壳背面有简单的眼影教学，内壳用磨砂雾面上盖。眼影盘大小我蛮喜欢的，稍微比手掌心大一点而已，不会太小难握，也不会太大，手拿的吃力。每盘一共有6个颜色，而且每颗颜色都有铁盘框装着，不是直接填压到眼影盒中。说明是采用独特的湿式烤粉配方，可以达到极致贴肤、丝滑跟细致的妆感。我在试用的时候，粉体确实摸起来偏丝滑感，不会干干的。那我们先来试色吧。首先试色的是纯色罂粟，因为1028没有给每个颜色编号，我就用上排左至右是1到3，下排左至右是4到6来代替。纯色的1跟2号色手指上看起来很像，不过刷到手背上就可以明显看出不一样了。纯色的上排颜色都偏肤橘色，下排颜色则是偏暗粉红色。深色的部分3跟6号色延展性没有那么高，虽然左半边颜色偏浅，但也不至于是看不出颜色。接下来试色的是艳色罂粟，明显可以看出艳色罂粟的显色度比较高。纯色罂粟的1号色跟艳色罂粟的1号色虽然都是打底色，但颜色仍然是有不同的。艳色罂粟的4、5号色有点荧光感，深色部分3、6号色也是延展性没有那么高的样子。
购买时有赠送一个花颜唇语雾萃唇膏，色号是01橙雾杏花，颜色看起来是我喜欢的颜色。包装部分也是极简线条的呈现，包装是不会沾指纹的材质，而且管身是金属磨砂管，我很喜欢，且有一个 Blossom 的字样。这个系列一共有6个唇膏的颜色，但大多是显色度偏高的偏红跟偏橘色，而且这个唇膏有一个油蜡笔类的原物料味道，在手上试色的滑顺度也有一点不足，感觉有点卡。第一个妆容的粉底是用 Basma 粉底棒029当底色，再叠加迪奥完美19柔雾粉底液 2N。我觉得这样的底妆组合很好。打算依照背面的眼妆教学照着画。眼妆我先使用纯色罂粟1号色打底。接着用1028云晕染刷画2号色，这支晕染刷蛮好用的，我大概买了4支。画到3号色的时候，我才想起一开始是打算要照着教学图画的，结果整个大忘记，所以只能再用打底色来补救一下。下眼影的部分使用下排的颜色，即使偏浅的眼影画到眼上也不至于画了个寂寞。这是还没有上眼线跟刷睫毛膏的样子，其实还不错。这是上了眼线跟刷睫毛膏的样子。眼线我是使用爱杜莎绝不失手眼线胶笔，色号02浮子粉。接着用比较浅的4个颜色混合在一起，当做腮红上。我觉得这个眼影盘最大的优点其实就是大小很适中，无论是当腮红或是眼影都很不错。可惜就是有点飞粉，但飞粉是止于盘内，上到眼睛上反而是不会落粉的。接着上花颜唇语雾萃唇膏，01号色橙雾杏花。我觉得涂起来真的超级干的啦，可惜这个唇膏的颜色还蛮好看的说，唇膏的油蜡笔味涂上唇就没有很重了。
接着使用滋恩的星沙打亮饼，算是低调的打亮，虽然是全雾面的眼影，远看还是可以看得出来。以上就是第一个妆容啦。接着是第二个妆容，这次的底妆是 Basma 的粉底棒029，加上 Giorgio Armani 的丝绒水木丝粉底3.5号色。Basma 的粉底棒再叠加专柜的粉底，应该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底妆上妆组合。接着上艳色因素眼影盘，一样使用左上角1号色打底。使用4号色上满眼窝，这次有认真照着妆容教学画，不能再忘记了。接着用2号色上眼中到眼尾的范围，使用3号色加深眼尾当重点色。下眼影的部分用5号色涂满整个下眼睑，再用3号色淡粉红色晕开。虽然下排的颜色在盘内看起来是粉红色系，但我觉得艳色因素的下排颜色跟上排颜色到眼睛上时都会偏橘，变成这2排颜色并没有明显的差异。一样用较浅的4个颜色混色当做腮红。打亮也是使用滋恩的星沙打亮饼。眼线部分使用爱杜莎绝不失手眼线胶笔，色号06落叶绿。唇膏改用 NARS 迷你丝绒唇雾笔，色号 Cruella 跟 Dolce Vita 叠擦。我有故意把唇部画得比较圆润跟厚一点。整体来说，1028野因素浓雾眼影盘是全雾面的眼影盘，但是浅色并不会淡到眼皮上看不出颜色。虽然是浅色，但是是显色的，蛮适合日常或是想要低调的妆容。粉质在盘内会飞粉，但不会掉到脸上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纯色因素这一盘，因为艳色因素上排跟下排颜色不知道为什么刷出来其实都偏橘。即使下排颜色在盘内明明是暗粉红色系，那我觉得买到艳色因素的话，最终只会得到3个颜色而已。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纯色因素这个
眼影盘，而且纯色罂粟作为腮红的颜色也是不错的。至于花颜唇语雾萃唇膏呢，就是涂起来又卡又干，然后完全不推，就是拿来当正品我都嫌弃的一个唇膏。今天就先这样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